Hello， 大家好，今天是在游轮上的第5天。现在刚从圣湖湾，我现在刚从圣湖湾下去游玩回来，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坐游轮的时候要下船去岸上参加各种行程的小贴士。我没带隐形，有点看不清楚，我的眼神都有点飘忽，不要介意。首先是要带的东西，从游轮上下去，所有的行程基本上要不然是跟水有关的，要不然是跟参观游览需要徒步进行的活动有关的。如果是参加水上的活动，建议一定要从游轮上带2条毛巾下去。游轮上不仅房间里有毛巾，所有甲板上都有穿房卡就可以免费借毛巾的地方，随便你借几条，只要你归还。第二点是，除非是你参加的那种徒步上山或者去有钟乳石洞或者有山洞的景点以外，都可以穿着凉拖下去，不用穿运动鞋，因为基本上走的路全都是踏着这双拖鞋就可以愉快的完成的地方。第3点是防晒霜，防晒霜重要的事情一定要说3遍。防晒霜一定要至少50度以上的，要不然你的皮肤绝对会被晒伤的。因为你坐游轮去这些，至少在加勒比海上面这些景点们全部都是热带的岛屿，这里离赤道太近了。昨天我们去海边玩，基本上过60分钟我就补一次防晒，是我觉得越涂越多，我心里就有安全感。如果你抹一点带有防紫外线作用功能的产品的话，你的皮肤烧焦有点过分了。为什么你的皮肤烧肿了？对，你没有听错，就是烧肿了。他昨天在沙滩上躺了2个小时，坐在海滩上，哎呦，我的数据的有一个人刷着手机了，看着大海，晒着太阳，喝着饮料。然后结果今天整个的小腿胳膊还好，因为胳膊认真的给他抹了点防晒，他的腿和脚背正常的脚背是这个样子，他已经肿成这个样子，红肿的，就是因为晒的。那太阳实在是太毒了，不是一般的，不是在北京啊我们那种被雾霾都挡住紫外线的那种天气。所以我不会特意去美白，但是我觉得白一点比较适合我自己，这个都是分人。第4点就是一定要带好手机也可以。现在的手机像素已经都高到比相机都厉害了，因为真的这边的景色去了不留下一点相片呀，或者影像作为纪念，或者是你不在你的 ins 上打一个卡，你就这趟行程真的是太漂亮了。然后第5点就是泳衣，因为大部分行程都会路过沙滩，带好泳衣，或者甚至我昨天是穿泳衣下去的，然后去完沙滩，在回船的路程上面就已经感到就是热带的海洋性暖风就已经把身上的泳衣都吹干了，回家洗个澡，把泳衣洗一下，换成干净的衣服就可以了。我自己是这样，但是如果你没有我这么大咧咧吧，你是一个比较细致的人，就建议你可以带好泳衣或者下水的东西。我昨天去的海滩边上没有这种，我看了好多别的行程上，就是说在海滩边上的浅水域的海水里，你带那种潜水用的，我不知道专业的那个叫什么，你可以帮我泡着澡，自己带着那个在海滩边上的海域浮潜，就可以看到珊瑚。所以建议你，如果你对这个有兴趣，可以带上泳衣以及泳镜和就那个管子。第6点就是现金。在船上，你会发现现金是一点用处都没有，因为你所有的不管是你给资源小费，或者是就不论你干什么吧，所有的都是跟你的船卡是相关的。这个我前面已经跟朋友们说过，在账单上就不觉得自己花了1块钱，就刷，买，喝，吃，然后不要看你的账单，有些提示不要看你的账单。对，差了一道。今天是第5天，我们的账单费用已经到了700多，大家请戳这个视频，上面我说了很多，就是能为你节约上百美金开支的攻略。下船的时候一定要带现金，因为下去不管是给你的司机、你的导游，还是在下面你可能会，比如说天气太热，买个椰子汁，买个当地的特产，买个当地的特色食品，基本上收现金的，尤其是小费这种东西，导游也不接受微信、支付宝，你也不可能说，来我刷个卡给你个小费，人家一般给导游小费了。我看有好多外国的老头老太太给小费，一趟比如说3、4个小时的行程下来，给小费一人也就是2块钱，司机2块，导游2块美金。然后像我们今天是给了5块钱，那今天的导游就特别热情，可以介绍着景点，自己说了 BGM， 讲了一段很惊悚的事情以后，然后自己说一段很阴森的口哨，那种很认真、很敬业、很热情的导游，是用心为你服务的导游，也不要省这上1几块钱。而且真的你在北美，或者是像这些国家，大家真的服务业都是靠小费活着的。我记不清我自己说到第几点了，我觉得我是应该在说第7点了。第7点帽子不可以防晒，像我刚才提到，防晒特别重要。帽子还可以遮雨。我昨天和今天去的2个岛上，在我们的车刚下船，或者在车上开到景点的路程之中，都经历了无数次的雷阵雨、大声风、大风声雷，下3分钟雨，那个雨巨大，不是一般的绵绵小雨，是哗一下，整个身体上会湿透那样。继续出太阳，下雨的时候甚至还是有太阳的。
所以你戴一个帽子，哪怕你下雨了，你的帽子可以遮住你的手机、摄像机，你的眼镜、墨镜，然后还可以保护你的头、你的脸不被淋湿。身上啊，我个人又是比较大，身上的话不淋就淋了，因为天气也比较热，过一会儿出太阳晒晒就干了。你要下海的话，也是建议的朋友，带把雨伞。第三点，一定要带好表、手表，不带手表一定要带好手机。保证手机有电，因为每下船的时间长度都是有要求的。比如说像昨天我们是早上8点半就可以，就停靠岸做好下船的甲板了，在那边停到了下午5点才是规定的上船时间，这一点还是比较好遵守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一定要注意当地的时间跟船上的时间是否有时差。我们今天和昨天两个去的，一个圣托马斯，一个圣胡安，两个岛。全部都是比游轮上的时间快1个小时的，游轮上的时间是不变是固定的，但是你到的不同的景点，它的时区很可能和船上的时区不一样。如果你在游轮上有一天醒来，发现你的手机是一个时间，然后你听到船长在广播出来说，游客们请注意，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了某某某岛、某某某城市，请注意当地的时间比我船上的时间快或者慢几个小时，请大家调好手机，因为手机会自动的就是联网嘛，自动的调到当地的时间，请你一定要调换以船上的时间为准，否则比如说船上你4点集合，你看你的表，觉得现在才3点，但船上的时间已经5点了，然后你还在底下瞎逛呢，买，喝，吃呢，结果这船也不等人，呜就开走了，你就只能你就在岛上好好的生活了。第8就是要带防水套，相机、摄影机要买好防水的配件。如果你想参加水下活动，或者你不去水下活动，其实也建议你买一个那个防水的装置，因为我刚才说了，很容易下雨。下雨的话，你的镜头需要有保护，才不会淋湿，要不然镜头就花了嘛。上述是下船游玩必带的东西，它的没有什么是必需品，看你自己个人的需求。但是我个人认为，下船一切从简比较重要。但还有我刚才说的这些必需品就够了，不要大包小包的。就是像我把眼镜盒、墨镜盒，我把耳机什么的全都从包里拿出来，放在宾馆里了，船舱里了。因为你下去也不会用的，你是下去玩的嘛，哪有时候听音乐，一直都有太阳，你哪有时候把墨镜摘下来放盒里？所以能掏的东西一切都掏出去，一切从简。